违背其理的象棋招法往往不被咱们认同，但是很多招法凑在一起的话，便可能够出奇制胜，巧夺天工。今天咱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屏风马速胜飞刀棋局。黑方冲卒，红方进兵，接下来平炮对车，此时平车避让。那么在这里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屏风马的对局，后手应对当头炮最好的策略就是退炮将来打车，从对方的致命缺陷37度底象无法连接开始着手反击。但是本局起黑方改变策略，出其不意，进车下二线平车压马到捉炮，红方先手上马。如此呢，相对而言称是这个走法出子更加具有进攻力度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红方跳马之后，黑方退炮，此时平炮意在亮车，平车封锁，退车跟你对，你绕了很多步，如果说直接对掉的话，显然红方明显大优。退车，从这里绕了一个圈子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？这很明显就违背了其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发展，看看黑方到底有何妙手呢？平炮打车开始反击，再度平炮。相信有点功夫的朋友们就会发现，黑方如此的话是一个火力集结。接下来红方上马，就避免了将来炮瞄准七路线进行反击，反倒这个马还被进行了进攻。黑方称是拦住了自己炮，红方一看，这不正好能够平车压马，不然的话下一步棋就窜出去了。再度飞象，直接采取弃子，红方直接进车吃掉。目前来说，你这个马只要跳不开，我这个车就白白的吃掉你一个马，可谓是巧妙设置诱饵，让人是看不透的。接下来黑方开始了着手反击，平车抓马。现在红方这个马何去何从呢？本局棋我们有3个策略，第一个是直接采取进攻，第二个是进车防守，第三个是避而远之，蓄势待发。首先我们来看它第一种走法，直接入手，上马一踩足的话，将来进炮可打，形成马炮双抢。但是黑方一上马吃的话，红方的如意算盘在这里就差了一步棋了。现在还不敢进炮打，因为这里先手打着车，那倒也行，退车的话捉马，炮还打马。你这里上的话，平车跟你形成牵制，同时将来这个车深入卒陵线，还可以对他的3路卒有所窥视。黑方只好回马给卒生根，下一步棋还有进炮打车的先手。红方顺手牵羊吃掉小卒，黑方进卒进炮打车，退车巡河形成防守。好了，红方的表演结束，接下来轮到黑方了，采取进攻他的底象，有象无处飞是红方致命的缺陷。那现在很明显，一旦吃象之后，将来双车抢夺式还有顺势腾挪炮路，形成双车炮底线进攻。那显然红方要先防守一步，黑方冲卒，红方平炮进行反击，再来一炮，可以说双方937路线拉开战斗。此时红方先下手冲兵吃掉卒，黑方进炮一打，红方进车吃掉炮，接下来黑方再度进炮打掉兵。如此的话，下一步棋就有进炮打底象。先手一将军的话，你这里乘势形成底线炮撵单杀，如此的话把他的防守子力全部削弱干净，双车快速能够形成双车错的杀法。那么在这里很明显，这个车得避让开，当然他这里象是不可以飞开的，因为双车夺势直接杀棋。好，我们来看红方把车走开，也是仅此一个位置，接下来快马加鞭。那在这里下一步棋很明显的话，将来有跳马踩车
还有打底象。先手退一步，同时疏通居路，将来防守。黑方跳马，红方平车，既卡住炮，同时还先手捉马，但是从天而降的招法，直接弃车砍士一将军。红方如果说直接平帅吃掉的话，黑方平车吃象，直接杀棋，形成车马冷招，侧面虎杀法。好，那么当然呢，在这里可能大家会认为，当黑方进车吃掉底士的时候，红方如果说不吃车进帅呢？如此的话，黑方一吃象，相信这个棋局继续往下发展的话，也是很明显，黑方有强大的进攻优势，双车马炮，帅位不安，致命缺陷，黑方取胜志在必得。返回局面，咱们继续看红方的第二路策略，进攻不成立的话，采取防守，进车给马生根，将来可平炮打车。黑方先手充足，目的是活通马路，将来可上马踩车，还有平炮打车。红方先下手，那么黑方直接上马，按照原计划进行，踩着车打着车。红方一看，进炮一打的话，你打我的，我打你的，同时还赚了一个马，如此的话，你的双马全部丢掉了。但是在这里，高手行棋往往并不会急于贪吃，先选择冲卒吃掉兵，卒吃着马，车吃着炮，炮还打着车，当然是逃车最为重要。那么接下来在这里大家来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是吃马吃炮呢，还是如何进攻呢？这里就展现出非常凶狠的招法。只见黑方直接进炮打底象一将军，红方仅此一步成事。接下来平卒吃马，红方一看平车吃掉卒，而且还保住了炮，难道黑方不会下棋吗？这时候平车吃炮，明显要跟你对车吃车。首先说明红方如果说进车吃车的话，这里很明显就疏于防守，重炮杀棋了。那现在只能把这个炮给拦住。那车走开拦住炮的话，但是拦不住车，可谓是单车难以防守，车炮双向进攻，如此可谓是黑方惊天地泣鬼神，绝妙进攻招法，一锤定音。回到先前局面，红方先手进攻，或者说进车防守，这两个策略都是得不偿失，最终大败而归。我们继续来看他第三路变化，直接逃开。如此的话，将来在这里还能够形成呢双车一马，配合中炮，还有一定的强大攻势，蓄势待发。那么接下来黑方依然是针对他的底线缺象，采取将来准备吃象下手，同样的招法，想要驮一个底炮。红方平车守住，黑方充卒，如此的话再度平炮，你这里就没有再度平炮，形成了双方一字长蛇阵。但是在这里黑方是兵贵出奇，违背其理，直接充卒吃掉兵。按照我们常规走法，一旦充卒之后上马先手打车，势必还可行。但是这里主动弃子的话，还真是难以常见。接下来再度充卒，红方一看拔掉了你两个马，中路非常的空虚，中炮蓄势待发，直接炮阵中路，而且腾挪相位，将来形成双向连结。但是黑方不给机会，抢先充卒，吃着车，红方也只好避让开。接下来一招夜底藏花，炮打底象，小卒还要往前进攻。我们来看看，首先来说，把象飞开的话行不行呢？下一步棋冲卒，前卒后车，那现在很明显平车一吃士就是杀，也只能撑士，形成了双车一卒三车落士的进攻手法。
冲卒一吃掉士的话，老帅不能动，他如果逃的话，直接杀了，也只能退士吃掉，大军杀到，请上2楼，再度双车托底，直接杀棋。由此可见啊，这步棋非常的凶狠，进攻红方是难以招架得住，显然是不能飞象。接下来就展现出今天最为精彩的棋局了。那现在的话，既然不能飞象的话，这里与其防守不成立，但是红方他有他的反击手段。先手进车吃象的话，这里炮阵中路，下一步棋就是一个连杀。我们先把这个走法演变出来。如果说黑方随便走的话，红方直接平车砍士，黑方仅此一步，上马车马双将的话，只能动将，再来一个车马炮组合杀法之钓鱼马，绝杀无敌。好了，这是黑方还没有进行防守的走法，但是在这里黑方却偏偏选择了兵贵出奇，直接反手来一个进炮打象一将军。首先说明帅5进1的话，退车杀棋，仅此一步成事。现在即便是这样的话，红方也是一个3连招啊，黑方能不能接得住呢？腾挪顿挫，展现出无敌招法。退炮一将军，仅此一步退士，接下来中路再来一将。那现在的话，只好选择成事了。下一步棋你这里没有杀，咱们还是一招致命，一鼓作气，弃车砍士，仅此一步平帅吃掉，冲卒威胁帅，再度避让，再度冲，只能避让开。接下来前卒后炮直接一将军，红方只能退炮格挡，但是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小卒一招致命，绝杀在前。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可谓是反其道而行，多种招法结合在一起，最后巧夺天工，出奇制胜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。